乌军多线反攻告捷，红军村要道重夺，库皮扬斯克补给线被斩断。乌军连续出手，顿涅茨克电厂被毁，克里米亚空军基地重创。海王星再度出击，乌军导弹精准轰毁蛇岛雷达站。法国重磅出手，100架阵风战机将援乌，泽连斯基签署历史性军援协议。德国防长惊爆预警，俄罗斯或在2028年发动对北约攻击。莫斯科惊魂，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在墓地险被炸弹袭击。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俄乌前线再度出现关键变化，乌克兰军队在多个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夺回红军村方向的重要公路，同时在库皮扬斯克战场切断了俄军的主要补给线，使前线局势出现明显倾斜。据 RBC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1月17日，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与国民警卫队展开联合行动，一举夺回了多布罗皮利亚至康斯丁尼夫卡公路。这条道路是红军村沿线的核心后勤通道，此前曾短暂落入俄军手中，如今已被乌克兰重新控制。从前线流出的画面显示，公路沿途遍布被焚毁的俄军车辆，战斗激烈程度可见一斑。目前这一区域依然是双方最为集中的交火地带之一。乌克兰在这里构建了大规模蜂群式 FPV 无人机网路，对俄军造成持续打击。对于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的俄军来说，这条公路曾是他们试图突围的关键线路。乌军此前已在此地设置多道包围圈，多布罗皮利亚作为红军村沿线的重要节点，两处战事相互呼应。乌克兰通过围歼战术有效支援了红军村方向的作战行动。与此同时，在备受关注的库皮扬斯克战场，乌克兰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他们于近日切断了俄军在当地的主要补给线，并在该市北部清除了企图渗透俄军的突击小组，成功阻止了对方的攻势。稍早前，俄方宣称已占领库皮扬斯克左岸区域，并包围了波多利夫地区的乌军，但随后基辅方面发布了现场视频予以反驳。乌克兰第10军进驻当地进行清理行动，却没有发现任何俄军踪迹。在战线之外，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境内实施远程打击，而别尔哥罗德州突遭爆炸袭击，夜空被巨大的火光照亮，攻击目标正在核实中。此外，俄罗斯深处的鄂木斯克地区也发生强烈爆炸，一条天然气管道突然起火燃烧，火焰高达约40米，火球呈蘑菇云形状腾起，照亮周围大片区域。当地官方声称此次爆炸仅是管道泄漏事故，否认与乌克兰袭击有关。整条战线呈现出明显的紧绷态势，乌克兰的攻势与俄方境内爆炸事件交织，使局势走向更加复杂紧张。乌克兰对俄罗斯占领区的能源系统持续发动强力打击，最新行动中成功摧毁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关键发电厂，同时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也被证实遭到破坏。据 Astra 报道，当地时间11月18日深夜，乌军第1无人系统部队对俄占顿涅茨克的主耶夫斯卡亚火力发电厂发起突袭。在行动中，乌克兰还使用了 FP2 导弹，对电厂区域进行了精准打击，随即引发一连串剧烈爆炸。从现场画面能够看到，电厂的主气轮机房被重创，发电机也在此次空袭中完全摧毁，周边区域被熊熊大火覆盖。远处的居民从家中拍摄的视频中也能清晰看到耀眼的火光。主耶夫斯卡亚电厂
承担着为被占领区供电，并为俄军提供能源补给的任务，其被毁无疑将对俄军后勤造成重大冲击。乌克兰近期几乎每隔2天就对俄方的电力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而顿涅茨克方向更是空袭密集。乌军近日还攻击了当地多套俄军防空系统，其中包括一套 S-400、一套道尔 M1 导弹系统，以及一部3毛举 M3 的 9S18M1-3 雷达。与此同时，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了最新卫星图像，证实克里米亚基洛夫斯克机场遭到袭击。稍早前，乌军曾向该机场发射导弹，俄军猎户座无人机的储存基地被严重破坏，至少2座机库被摧毁。卫星图像中的大片焦黑区域显示，此地曾发生猛烈火灾。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夜间轰炸，主要目标集中在铁路基础设施。18日夜间，俄军无人机突袭了第聂伯罗火车站，导致2列火车出现延误。随后，哈尔科夫的多个车站也遭到炮击，部分列车受损。在别列斯托维，一名铁路工人在袭击中受伤。目前，乌克兰紧急部门已赶往各地进行救援，火车站的明火基本被控制，但仍有多栋建筑被大火吞噬。照目前的局势发展来看，乌军极可能在短时间内对俄罗斯境内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反击，双方的攻防节奏正在快速升级。轰轰，黑海上空再次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俄军在蛇岛部署的核心雷达站遭到精准打击，巨大的火球在海风中翻卷，浓烟升腾成巨大的蘑菇云。而执行这一致命一击的，正是2年前将莫斯科号送入海底、名声大噪的乌克兰国产海王星反舰导弹。迟来的复仇再一次在黑海掀起惊涛骇浪。时光倒回到2022年4月，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沉没的事件，至今仍是俄乌战争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军事节点之一。这艘满载排水量超过 1.1 万吨的黑海舰队旗舰，装备有沙箱等多型先进武器，被俄方视为黑海区域的海上堡垒。然而，乌克兰的海王星导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准度击中其薄弱部位，引发内部弹药殉爆，最终让这艘巨舰沉没于海底40米处。俄方虽曾试图淡化导弹打击的作用，但莫斯科号沉没的事实让海王星一战成名，也让俄军始终背负心理阴影。如今，这款成为乌军象征性武器的导弹再次出鞘，目标直指黑海要塞蛇岛的俄军雷达站。蛇岛虽然只有 0.17 平方公里，却拥有巨大战略价值。其距离乌克兰敖德萨港仅140公里，掌握这座小岛就几乎控制了黑海西北的制海与制空权，甚至关系到乌克兰的粮食出口路线，以及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的海上油气资源。俄军部署在蛇岛的雷达站是其黑海情报与防空引导的核心，一旦被摧毁，俄军在该海域的预警系统便会出现重大漏洞。从乌军公布的战场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次攻击堪称教科书级别。海王星导弹以贴海超低空飞行的方式绕过敌方防空系统，精准命中雷达站核心区域。爆炸瞬间，雷达天线被冲击波撕裂，周边燃料库随之引爆，整个阵地在半小时内被大火吞噬。从画面判断，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确认，此次行动已彻底摧毁蛇岛上的俄军预警系统，为后续军事行动扫平障碍。不得不提的是，海王星导弹再次展现威力的背后，是乌克兰国防工业顽强的自我生长能力。虽然其原型源于苏联设计，但乌方在制导系统、抗干扰能力以及突防性能上进行了全面升级，使其能够覆盖黑海大部分海域，并对俄军大型舰艇及海上设施具备极高威胁。2年前莫斯科号沉没后，俄军曾试图打捞残骸以破解海王星的技术机密，
但显然未能阻止其进一步进化。如今它的命中精度与突防能力比当年更进一步。蛇岛雷达站被摧毁，也让俄军在黑海的战略部署雪上加霜。就在不久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法国签署了一项军购意向，计划采购100架阵风战斗机和相关装备。法国亦承诺进一步扩大在无人机和精准制导弹药领域对乌援助。海王星的再度成功不仅削弱俄军实力，也进一步强化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信心。毕竟真实战争中证明有效的武器远比纸面数据更能影响战略判断。从击沉莫斯科号到摧毁蛇岛雷达站，海王星导弹用2次意义非凡的精准打击，写下了乌克兰国产武器的战场传奇。而随着冬季逼近，黑海方向的军事竞逐只会更加激烈。俄军会否对蛇岛的失利展开报复呢？海王星是否会继续创造新的战场奇迹呢？这片饱受战火洗礼的海域，或许很快就会迎来新一轮风暴。战场正在迎来关键拐点。当地时间11月17日，巴黎近郊的维拉库布莱空军基地成为全球聚光灯的焦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这里共同签署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具战略意义、最具震撼力的军事合作协议。乌克兰将在未来10年内获得多达100架阵风战斗机。与此同时，法国最先进的 SAMP-T 防空系统已以加急状态起运并抵达乌境。这套天空攻防组合拳不仅象征着乌克兰空军的全面升级，更意味着欧洲对乌援助进入全新阶段。这份协议之所以被视为历史性，主要是因为其规模在欧洲战后军售史上绝无仅有。达索公司此前最大批量订单是向阿联酋出售80架阵风，而乌克兰提出的100架采购量不仅在数量上超越此前纪录，更承担着重建一支现代化空军的宏大任务。对于长期依赖苏制老旧战机的乌军来说，阵风不仅是换装，而是彻底的跨代跃升。配备有原相控阵雷达，可同时追踪数十目标；搭载流星超视距空攻导弹，能在100公里外掌控战场节奏；还可挂载巡航导弹与精确制导弹药，对俄军装甲力量、指挥节点与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交付给乌克兰的不仅是一批先进战机，而是一整套完整的现代化作战体系。与阵风一道纳入协议的还有8套新一代 SAMP-T 地空导弹系统，其中首批设备已火速进驻乌克兰前线阵地。这款被法军视为比爱国者更可靠的防空利器，近来刚在实战中展现威力。就在上个月，温尼察上空，一套 SAMP-T 在短短30秒内连击3枚俄军巡航导弹，随后迅速转移阵地，仅用几分钟便规避了随后而来的无人机打击。相比美制爱国者，SAMP-T 在俄乌战场上的优势更为明显，其雷达可实现真正的360度全方位扫描，探测距离可达500公里，远高于爱国者的扇形扫掠模式。其反应速度极快，从锁定到拦截仅需5至10秒，几乎快出一个级别。而其高度机动化的平台使其能在30分钟内完成部署与转场，而爱国者往往需要4到6小时。法国将领公开表示，面对俄军不断升级的导弹与无人机组合打击， SAMP-T 的表现远超理论参数。这份总额接近200亿欧元的庞大协议背后折射出双方的战略考量。对泽连斯基而言，此举既是向国内释放信号，表明乌克兰并未失去长期抗战的能力，也是向俄罗斯展示未来10年仍将维持强大反抗力量的决心。一旦100架阵风全部服役，乌克兰空军的实力将跃升至欧洲最强梯队。而对于马克龙而言，此协议不仅是军事援助，更是法国在欧洲防务版图中强化主导权的关键举措。达索航空获得稳定生产线，法国的军工品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升，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当然，从签署意向书到战机真正列装，中间仍有漫长的培训、调试、资金筹措
与生产周期。然而无法否认的是，随着阵风与 SAMP-T 的加入，俄乌战场的天空格局已悄然产生变化。泽连斯基在签约现场抚摸阵风机身的画面，也许正象征着乌克兰空军迈入现代化新时代的起点。而这次跨国防务合作也正在推动欧洲安全架构重新洗牌。除了法国之外，德国方面也罕见地向莫斯科发出了强硬警告，直指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却面临另一场危机，原油价格跌至近年来低点，经济承压愈发明显。当地时间11月17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专访时抛出震撼性言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2028年对北约东翼发动攻击。他特别点名波罗的海地区，认为这里极可能成为俄军的首个打击方向。这一表态迅速引起全球舆论关注。早前，西方情报机构普遍认为，莫斯科或许会在2029年前后对北约动手，而德国此番将预警时间整整提前1年，显然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更具威胁性的迹象。皮斯托利斯强调，北约必须立即提升防御能力，扩大军事投入，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冲突。有分析人士甚至悲观地指出，2025年的夏天或许将成为欧洲最后一个和平的夏季。在他们看来，欧洲正迈入一个全面备战的时代。尽管俄罗斯方面坚决否认有攻击北约的计划，但现实中的对抗正在不断升级。为了应对可能的风险，英、法、德、波兰等欧洲国家纷纷推出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预算，对乌克兰的援助也不断加码。与此同时，俄军的活动也明显增加。从今年起，俄罗斯的战机与无人机屡次逼近，甚至闯入北约领空。此前，他们对乌克兰与罗马尼亚交界的伊兹梅尔地区发动打击，导致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满载4000吨液化天然气的奥林达号运输船起火。受威胁影响，罗马尼亚紧急疏散普劳鲁一带的居民，并严厉谴责俄军行为已对边境两侧构成重大危险。一边是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另一边，俄罗斯的战争资源却在持续被削弱。目前，俄罗斯原油价格已跌至每桶36美元，这是自2023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如今价格下跌，加剧了莫斯科的财政压力。更糟的是，根据彭博社消息，因需求严重不足，俄罗斯最大硅材料企业克列姆尼硅工厂已被迫停产，该厂年产能高达 3.4 万吨。能源市场的震荡从来不是局部问题，它直接影响整个能源体系，并进一步冲击整体经济结构。在军事紧张与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之下，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对峙正进入新的阶段，未来局势或将更为复杂难测。俄罗斯境内的刺杀行动仍在持续升级，而这一次的目标直指大名鼎鼎的前防长绍伊古。最新消息显示，绍伊古在莫斯科的墓地险些遭遇炸弹袭击。据俄媒《莫斯科青年团员报》报道，当地时间11月12日，一对俄罗斯夫妇联手一名中亚移民，策划了针对前防长绍伊古的暗杀行动。袭击地点选在莫斯科的特罗耶库罗夫公墓，正值绍伊古母亲的忌日，他原计划前往吊唁。事发前一天，即11月11日，这名中亚移民已在绍伊古母亲的墓前安置了简易爆炸装置。2名俄罗斯人则负责为袭击行动带路，并在公墓前安装了伪装成花瓶的摄像头，计划在绍伊古出现时远程引爆炸弹。然而，当天绍伊古并未前往墓地。11月14日，俄罗斯安全局宣布成功挫败了此次袭击，并拘捕了3名嫌疑人。不出意外，俄方再次将矛头指向基辅，声称乌克兰情报总局策划了这起行动。不过，在官方通报中并未明确点名袭击对象，但包括多家俄媒在内的分析普遍认为，目标正是绍伊古。目前，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方特工确实曾在俄罗斯各地实施过破坏行动，包括针对俄军高级指挥官和导弹专家的定点打击，袭击地点覆盖莫斯科核心区域。事件再次显示，俄乌冲突的战火已从前线延伸至敌后高层目标，俄方安全压力正在不断增加。若此次袭击成功，其轰动效应将可能史无前例。作为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历来备受争议，他曾是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金兵变期间的主要针对对象。长期以来，他在俄军内部的影响力极大，其个人安全备受关注，这也让他成为潜在袭击者的首选目标。与此同时，俄罗斯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也被莫斯科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卡西亚诺夫是俄罗斯反战委员会成员，公开反对俄乌战争及克里姆林宫的政策。10月14日，俄安全局对该委员会提起刑事诉讼。值得一提的是，卡西亚诺夫曾在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理，2004年被解职，此后积极投身反对派活动，成为俄国内政与外交议题中的重要声音。他的被监管也显示出俄罗斯当局对国内反对派的高度戒备。此次袭击事件不仅凸显了俄罗斯高层的安全漏洞，也再次提醒国际社会，俄乌冲突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传统前线战场，渗透至政治和军事核心区域。随着冲突持续，类似暗杀和破坏行动或将继续成为双方较量的重要手段。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国内安全局在未来数年内将面临更高强度的安全挑战和压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